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因为最近问大容量破壁机哪个好用的朋友很多，所以我又给自己挖了个坑，答应会出测评。这几天我打了10多次豆浆，很多次水果汁、南瓜糊、玉米汁、芝麻粉，还打了牛排骨汤，无数次机器自清洁和人工清洁，真的是有点崩溃，因为它们都有点重。好在最后还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感受。左边3台是大容量的，我选的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也是最近挺多博主在用的，相信你们很可能就在这几台里面纠结。第一个是相对比较传统的，价格也相对比较贵的杰士破壁机，1600块钱。等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品质是不是对得起它的价格。第二个是带这种隔音罩的，是蓝宝的，300多块钱。第三个是搜索破壁机销量排行第1的奥克斯，也是300多块钱。第四个是我平时一直都在用的轻巧型的，容量比较小，把它放这里对比是因为一来我比较了解性能，可以有个参照，二来它也算是目前比较典型的一款破壁机类型，就是轻巧型。我先大概说一下测试过程，如果想直接看结果的，可以直接跳到后半段看总结。大家对破壁机的关注点基本是声音、细腻程度，还有会不会糊底这几方面，而这几个产品页面都是宣传自己静音、无渣、不易糊底，而且几乎所有破壁机都是这么宣传的，所以你去看页面会发现真不知道怎么选。其中奥克斯最夸张，页面前几屏都在介绍静音问题，低至68分贝，还做了个比喻，安静如风扇，不打扰家人休息，让我对它真的充满了期待。但是试用后关于静音这一点是真的有点失望，最低分贝确实低至60多，但是那是低速搅拌的声音，高速时将近80，而且比如打豆浆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都是持续的维持在高分贝，确实能感觉到它的声音有被压制过了，也比传统的轻一些，但真没有他们宣传的这么夸张的轻。4台机器声音最轻的是加了隔音罩的蓝宝，全程分贝基本都没有超过70，说明破壁机毕竟是破壁机，做再多技术都很难真正降低分贝，除非你给它加个罩子。杰士最高分贝也将近80，但是持续的时间比较短，而且其实相同分贝下不同频率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吵不吵的真的要实际用了才知道。奥克斯、大宇、杰士最高分贝数测出来是差不多的，但是现场听就是奥克斯最吵，大宇第2，杰士第3。我分别放一下高速搅打的声音给大家听一下。细腻程度方面比较意外的是蓝宝，打完豆浆过滤出不少豆渣，我这个过滤网是很早以前那种豆浆机的过滤网，其他3个包括大宇在内都可以几乎全部通过，除了泡沫。为了测试防糊底，我也拿出了杀手锏，纯牛奶打玉米汁，因为之前用大宇这样打是糊底了，一般品牌都不建议用纯牛奶来直接打，几乎都会糊底。结果是蓝宝没有糊底，奥克斯呢还是有一点糊底了，只是因为它的底是不粘的，糊底的部分又被搅动起来打碎了。总之最终底部还是干净的。杰士是比较严重的糊底了，所以可以看出这种不粘底盘对于防糊底来说还是很有用的，只是不知道耐用性怎么样。我还试了打果汁，每台机器1个梨加1个橙，我一开始切的比较大块，杰士轻松打碎，奥克斯稍微纠结了下，大宇和蓝宝因为杯体比较小就不太转得动，所以大宇和蓝宝需要切小块去打。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，其实杯体的大小对使用的便利性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的。杯体小就要切得小块一点，杯体大的话稍微大块一点也能打得动。干磨的话，大宇是不建议干磨的，
但我也用果汁模式试了打芝麻粉，打是可以打，但还有不少完整的颗粒打不到。其实其他几台基本也有类似问题，只是完整颗粒多少的区别。因为打到后半段机器基本都在空转，你要打一会儿再去搅拌下再继续。这点我用家里的伦敦雾多功能料理机就省心多了，30秒出来全部都是碎的。好了，我结合我做的测试和使用感受给大家总结下它们的优缺点。首先杰士它是热饮1000毫升，冷饮1800毫升，这个还是蛮重的，我刚才称了一下，大概将近6斤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打1000毫升的豆浆，你在倒的时候就差不多拿着7-8斤的东西倒。然后它应该是这几个里面最细腻的，因为只有它可以打排骨汤。电子菜谱里居然还有牛肋排，让我挺吃惊的，所以我也试了一下，打的还是比较细腻的。声音呢，虽然算不上静音，但我觉得在破壁机范畴里面还是算可以了。而且高分贝时间持续的不长，但防糊底性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普通的。不过按照官方注意事项来操作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另外它是这4个里面唯一一个自清洁模式是加热来洗的，其他几个都是高速转2分钟左右，这个就最后阶段高速转，动静也比较小。食谱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，也可以连 WiFi， 而且它在这边设计了一个点动功能，我觉得还蛮贴心的，放这个位置。还配了一个真格，但是价格相对比较贵啊，1600块钱。所以如果你预算充足，并且想要一台功能比较全的，甚至可以打排骨的，就可以选它。蓝宝测试下来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静音罩，它是这几台里面声音最小的，但同时也是打碎能力最弱的。但这个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啊，既然它打得不够细腻，我们就可以让它再多打一打。我试了一下，在豆浆模式结束后再用果汁模式打一遍。果汁模式就是高速打碎，大约2分钟，这样过滤出来的豆浆就细腻多了。不过还是有点豆渣，那可能可以再进行一遍果汁模式，就是麻烦了一些。它的杯体刚才我称了一下，大概4斤半的样子，也就是说1000毫升热饮的情况下，你大概是提着6斤多的一个东西在倒。另外它是有防糊底的底盘，防糊底能力还是很不错的，打玉米汁也不糊底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对声音特别在意，同时能接受稍微没那么细腻或者稍微麻烦一点手动增加1-2次程序，那蓝宝也是可以的。奥克斯呢，它最大的热饮容量是1200毫升，杯体呢我刚才称了一下，大概5斤半，也就是说你平时在倒的时候大概也是要拿着7-8斤的东西在倒。它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声音确实还是有点响的，所以如果你想奔着静音呢，就不要去选它。但它的细腻程度还是很不错的，然后防糊能力也是有的，因为它也是不粘底盘。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可以接受，同时也不需要打碎排骨之类的，就可以选它，因为价格还是挺实惠的。它还可以搭配一个养生壶使用，养生壶我没有买过来啊，但是页面上是有的。大宇呢，打纯牛奶这种肯定是会糊底的，因为我试过啊。声音也不算轻，容量也比较小，但是它打豆浆米糊这种是可以免过滤的，刚才也试给大家看了。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非常轻巧，我刚才称了一下，大概是2.2斤的样子。相比较而言，另外那3个对我来说就太重了，而且它这个底座的设计，这个电源的位置是离这边有一定距离的，这样我洗的时候我也可以稍微在水槽上面放一下，就不怕那个水马上就进到这个电源里面。另外几个这个抬起来这边就是电源，这样在洗的时候我必须得一只手这样提着，另外一只手去刷，这样就很重。另外就是它这个杯体，它外面是塑料包裹的，里面是玻璃，这样你在倒热饮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烫手。但是另外几个都是玻璃的，在倒的时候是需要防烫的，这个位置是烫的。当然玻璃的你会更方便去观察里面的情况，
这个的话，观察口就是这一条。然后其实它容量小的问题也可以稍微解决一下，就比如说它原来是40克豆配600毫升，现在我们可以60克豆配600毫升打好后，再加一些饮用水进去，它这里最大是600毫升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些直饮水进去，在果汁模式打个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果汁模式是不加热的，所以稍微超出一些是问题不大的，它也不会溢出。但是毕竟它是小型的，大概的功能就是打豆浆、米糊、果汁这种了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对破壁机的诉求就是打豆浆啊、米糊啊、果汁这种，人口也不是很多，1至3口人的样子，对声音有一定的容忍度，又很怕破壁机太重不方便的，就可以选它。另外它可以多加100块钱就可以多一个养生壶我觉得也是比较划算的。好了，4款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，优缺点也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了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再看一下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这个视频想给大家对比几款地面清洁产品，因为马上618了，感觉欠了大家好多测评类视频。其实我也不是专业测评，只是分享一些我真实的使用感受，优缺点等下我都会讲到。下面我来每一个说一下，供大家参考。首先是蒸汽拖把。蒸汽拖把主要就是比普通拖把多了个高温蒸汽功能，这款是可以直接加自来水的，插上电源之后大概15秒的样子出蒸汽，想暂时不拖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原地竖立暂停。因为是高温的，所以可以杀菌消毒，但它给我最大的印象反而是拖得很干净，因为这个高温蒸汽可以很容易溶解顽固污渍，对付油污类也特别合适，一遍过去基本上就比较干净了。然后本身这个拖把也是挺轻的，当然缺点也显而易见，就是因为它要实时出蒸汽，所以功率不低，所以这类产品大多都是有限的。拖布是要手动清洗的，我一般是用小苏打加氧净加热水浸泡的方法，其实也是挺简单的。像我这2块抹布基本也都跟新的差不多。当然了，它也没有吸尘功能，因为价格摆在那里嘛，我们要求也不能太高。第二个，无线吸尘器，顾名思义主要是吸尘用的，目前最火的就是戴森，大家也可以选戴森或者其他品牌，我这个是小米的。另外它还比普通的那种吸尘器多了一个拖把头，所以它还能拖地，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。除了主要的这个地板刷以外，还有2个缝隙刷，这个除螨刷主要就是放床铺还有沙发这种除螨的。相对另外几个来说，它是这几种产品里面唯一一种哪里都能吸的，除了地面还可以吸床铺沙发，各种你想吸的地方，但是它是仅限于干燥的区域的，湿的地方是不行的。做清洁的步骤是先吸后拖，也需要人为操作，还有这些配件都是需要手动清洗的。这个无线吸尘器其实当时单独拍过一个视频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之前那个视频。接下来是这个洗涤机，这款洗涤机因为这次618活动很给力，大家问的也最多，所以我来重点说一下。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吸拖洗一体，干湿垃圾通通都可以解决。为了测试，我特地准备了酱油、鸡蛋、杂粮米、芹菜叶，可以看到通通不在话下，基本上一吸就过。边角垃圾也是可以处理的，卫生间的湿头发也没有问题。如果嫌地面太湿了，吸几下基本上也就干得差不多了。这款还自带了 UV 灯杀菌功能，吸拖的同时把地面消毒也可以一起做了。像电池清水箱、污水箱，这款这几个的容量还是比较合适的，太大可能会增加重量，太小没拖一会儿可能也就不够用了。碰到顽固污渍可以手动开启喷水功能，如果平时地面比较脏，可以配合他们的清洁液使用。机器放回底座，可以开启自清洁功能，结束后再把污水倒掉。污水箱可以稍微清洗一下，或者用刷子刷一下，可以看到滚刷也是清洁的很干净的。
另外，针对大家说的重不重的问题，机器是有牵引力的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几公斤的狗。如果你跟着它的节奏往前走，那真的一点都不重，是很轻巧的。但如果你要把它往回拽回来，是会有一点重，提起来也会有一点重，一般我们也不会频繁提它。但是如果你想用它去清洁楼梯，那确实是不太合适的。这个我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，下面我来说一下我能感受到的缺点。第一，如果刚刚湿拖完你就提起来，因为它这个滚刷还是湿的，那它是会漏脏水的。湿拖完一定要多干拖一下，这样就不会有脏水渗出了。第二点是床底下这种太矮的地方它是不能拖的。第三，虽然说宣传的低噪音说是75分贝啊，但如果晚上比较晚的时候，我还是会不敢用，怕影响到邻居。第四，就是这个还是需要人工去操作的，所以针对懒人或者实在没时间做清洁的，可以考虑云鲸这种扫拖机器人。云鲸呢，就是它的过程是扫地和拖地分开，先用扫地模块吸尘，再换上拖地模块拖地。拖地的时候，中途它会自己去清洗拖布，拖完它也会自己再去清洗，清洗完之后机器还会自动把拖布给风干。结束后我们是要去把污水箱倒掉，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总体来说还是很方便的，我体验下来感觉好处当然是你完全可以做个甩手掌柜，每天坐享干干净净的地面。缺点是一个是就像坊间流传那样，扫地不是特别干净，我感觉也不是说它不干净，只是稍微大一些的垃圾它是很难扫进去的，扫灰尘还是可以的。但是拖地效果我还是很满意的，像我家这个地面很容易藏污纳垢，现在每天我让它拖好几遍，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就很省心。第二个缺点是地面如果障碍物太多，就可能不是很适合用它。其实这点挺好解决的，你观察它几遍就知道哪些障碍物是它绕不过去的，下次清理掉就可以了。另外就是它是一点点按部就班来工作的，比如说先打扫哪里，后打扫哪里，它都有自己的一套计划，所以有一些突发的垃圾也不适合它来操作。比如你忽然打碎一个鸡蛋，打翻酱油，这些垃圾我觉得都不适合让它来操作。拖地时间的话大概是1平方1分多钟的样子，具体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地面障碍物多少。整体打扫下来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长的，但是我们不需要看管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我来总结一下，蒸汽拖把呢清洁力很强，但是它有限，功能也比较单一一些，毕竟价格摆在那里。吸尘器可以吸尘的空间还是比较全面的，不仅仅是地面，但是它是仅限干燥环境，而且配件还是需要人工清洁的。洗地机对于地面清洁来说是很全面的，吸拖洗一体，干湿垃圾它都可以解决，可以自动清洗滚刷。然后其他比如说床铺这些空间它是解决不了，它是仅针对地面，特别适合地面垃圾比较复杂的家庭，但需要人工操作。扫拖机器人的话，它自动扫拖、自动清洗拖布、自动风干，但我觉得它更适合于地面不复杂，包括地形和垃圾都不是很复杂，就比较简单的家庭，作为日常清洁维护就真的特别棒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，拜拜。